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有一个国中生啊，被他妈妈带来看我门诊，然后妈妈劈头就说：“庄医师，你要调一下他睡眠障碍，他真的很有问题。”我说：“怎么了吗？”然后国中生就说：“他每天晚上12点半睡觉。”然后早上7点半起床，他都觉得睡得很饱啊，很有精神啊。然后妈妈在旁边碎碎念说：“哦，小孩子怎么会过12点才睡觉？那12点半才睡觉太晚了，我9点就要上床了。”然后小朋友就变得很无辜，每天呢就是10点多被妈妈赶上床睡觉，然后觉得睡觉越睡觉越有压力，然后最后就变成睡眠这件事情变成他的睡眠障碍，他就变得太焦虑，就睡不着。那我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好好聊一下睡眠障碍。中医是怎么样看待失眠，或是怎么样看待睡眠障碍啊？那中医把失眠叫做不寐。那《黄帝内经》呢，胃气不得入于阴，常常流于阳，叫做目不明，这个叫做失眠。那我们中医所说的胃气呢，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哦。那阴就是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一般来说啊，我们睡觉的时候会进入一种很沉静的状态。那我们免疫系统这时候在干嘛呢？它就进入阴，就是进入修复状态。那就好像现代医学其实也发现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其实也是在工作哦，它在修复我们身体在白天一天到晚在工作累积的这些发炎疲劳，我们身体其实还是在工作在做修复的工作。可是呢，当你一直没有办法进入睡眠状态，你一直流于阳，就是流于你白天那些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一直没有办法帮我们修复没有办法进入阴这个沉静修复的状态。那这时候呢，没有办法睡觉，而且你会越来越疲劳，这就是失眠，其实就是一种病态哦。那睡眠障碍有很多种啊，其实很多病人进来诊间都说医师我失眠，那我就会进一步再请他描述清楚一点，我会问他几个问题哦。我说你不好睡，那请问呢，你是入睡的时候觉得要睡很久，翻来覆去睡不着呢？这种入睡困难型呢？还是你是浅眠型，就说你其实可以入睡，可是你很浅眠，可能一点声音就把你吵醒了。你觉得你好像有睡，又好像有没有完全睡着，就一直没有办法进入熟睡状态。那这其实就是一直在浅眠的状态。那还有时候我就会问病人说，你会做梦吗？其实每个人睡觉的时候都会做梦，可是有一种人呢，他其实一直记得自己在做梦。那表示其实一直没有进入熟睡状态因为我们人其实常常整个睡眠周期的做梦，我们大部分都会忘掉。如果一直在记得自己是什么梦境，然后甚至还有连续剧情这样子很清醒，那早上起来又觉得很累，其实这都没有进入熟睡状态。那还有一种就是很容易醒。他其实可以睡哦，他也觉得他有熟睡进去哦，可是大家都一觉到天亮，他半夜的时候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他要睡，其实还是可以睡，可是整个晚上可能醒过来3、4次，那其实也造成自己其实没有好好休息，那也会蛮累的。那如果你1个礼拜有3个晚上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连续3个月以上，这就是慢性失眠了，必须要积极的就医。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隔天有考试或是重要会议就会睡不着。像我病人就问我说：“医生，我跟你说，我真的不能每周来看你，虽然我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可是我跟你说，我只要一想到隔天要来医院看医生，我就会睡不着觉，所以我只能1个月来看1次，不然我1个礼拜1次睡不着就要隔个2、3天才能够好好睡。像这一种呢，其实就是因为事件引起的这种睡眠状态，就是暂时性的睡眠障碍。可是其实这个也需要看，我就跟那个病人说，你就来看，我就让你隔天来看我，但是你不会紧张到睡不着。我们还是会用一些安定心神的药物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不然现在人工作压力那么大，老是有什么大事件你就睡不着，那一天到晚很多压力，不是一天到晚就睡不着吗？那为什么我们会睡不好？那其实有一些因素，我们先把它排除，我们就可以好好睡啦。像是一些睡眠的习惯的问题，那你如果没有进入自己的好好的睡眠习惯，你都在睡前打电动或是睡前就看电视看很刺激的节目或睡前喝咖啡那你当然睡不着。
或是你午睡睡太久，午睡有些人睡3、4个小时，那你晚上你当然睡不着啊。那有一些真的是疾病的因素，像这种疾病因素导致的睡眠障碍呢，我就会非常积极的调理哦。像有些人他就是会胃食道逆流，那会胃痛，那胃痛呢他睡不着，所以这种睡眠障碍当然是先处理胃食道逆流啊。那还有一种就是像精神性疾病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影响睡眠。还有一些是脑袋受过伤的，比如说他可能中风过后，或是有车祸过后引起脑伤。那这一种因为脑袋的组织真的受伤了，那失去了调节睡眠的能力，这样也会睡不着。那像这种种疾病的因素呢，都必须积极的去治疗，让他可以稳定的进入睡眠的节奏。那当然有些时候是药物的影响啦，比如说你吃到一些药物，比如说有部分的感冒药啊，吃了之后你会比较容易兴奋一点啊，那这样会让你睡不着。那有时候呢，就是原发性的失眠。什么叫原发性的失眠？就我说不出任何原因啊，我其他身体器官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我就是睡不着。那这种大部分老人家是这样，那就觉得他进入一个年纪之后啊，突然间他觉得他有睡眠障碍。那这其实是脑袋的组织在退化的关系，所以因为这样子退化性这种失眠呢，我们必须积极的去处理。那失眠应该怎么治疗呢？其实古代的医家就已经有说过了，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这样就可以治疗失眠了。比如说什么呢？睡前打电动让你很亢奋，睡不着，那你睡前就不要打电动啊。这个叫做泻其有余，就是把影响你睡觉这个因素把它去掉。那另外一种叫补其不足，这是指让我们脑袋有能力进入这种睡眠状态的这个意思。因为其实我们要睡觉啊，我们脑袋其实要做很多事啊，那要进入一种稳定的睡眠的节奏啊，那这其实也是要脑的能量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用一些安神的药物，或是一些补气养血的药物，也是可以引导睡眠哦。这就是泻其有余，补其不足的意思。那在中医啊，依照你是不同的状况，我们当然有不同的治疗原则啊。那我们中医治疗失眠的处方呢，大概会分几个类型，像是有一种就心脾两虚型，这种就是真的是能量不足型的，这个比较容易发生在女生，经期结束之后很累，应该很想睡，对不对？她反而睡不着，因为气血消耗过度啊，然后又加上劳心过度啊，可能赶什么专案啊，导致心血不足，那脑袋的能量也不足。像这一种呢，就是健脾养血，像什么桂圆红枣汤啊，或是龟皮汤，我们就很常拿来用。还有就是胃气不和行啊，像有些年轻人来要调睡眠啊，都3、5天才大便一次，然后平常都在吃烤炸辣，这时候就开一些大承气汤、大黄子时、厚朴芒硝4味药开下去，把大便清一清，过个2天他就熟睡，睡到那叫不醒。那当然有一种呢是直接从脑袋去处理的，也就是从心神去处理的。像我们有时候心血不足啊，比如说一直熬夜到后来真的就睡不着了，那这时候就是脑疲劳型的这种失眠呢，就用天王补心丹，或是说一些安神的药，像什么酸枣仁啊、远志啊，这些都可以去治疗这种脑疲劳型的失眠。那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身体一直紧张到不知道该怎么放松了。那这种呢，我们就会诱导它进入我们放松的副交感神经的状态，这种叫做肝郁型。我们常常用柴胡疏肝汤啊，或是用一些酸枣仁、川穹入肝的药物，帮助加强我们身体放松的这个力道，就是副交感神经的力道，这样可以进入睡眠。但临床上呢，其实这些状态不是单一出现，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这些因素全部加在一起。那我们就会看哪一个最突出，去把它平衡搭配去做治疗。好，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吃中药就可以停掉安眠药吗？不可以哦，不可以擅自突然间的就停掉你吃的好好的安眠药。有很多病人啊，他来找中医药治疗失眠，下个礼拜来过来说，医生啊，我吃你的药更睡不着，说怎么会呢？他说我就吃你的药啊，想说我要吃中药，我不想要吃安眠药，我就把那个安眠药都停掉。结果整个晚上，这整个礼拜我都没有睡。
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很努力的去维持你睡眠的节奏跟你睡眠的稳定性。等到你自己脑袋里面睡眠的稳定性建立了，我们的药物才会慢慢去撤退。那你现在已经吃的西药的安眠药，你可以进入稳定的睡眠的节奏。那中医只是帮助你，让你自己有更稳定的能力。那你突然间把让你稳定的一些力道都拿掉，你睡眠节奏变得更乱，我们重新建立要花更久的时间，你当然会睡不着啊。所以呢，我们要让中西药搭配一段时间。我的经验是至少2个礼拜到3个礼拜，慢慢的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说你已经睡得很稳定了，请西医师再帮你把睡眠的药再把它调降一下，然后再配合中药睡得更稳定了，慢慢的才把这些睡眠的西药拿掉。那慢慢的中医师也会慢慢把你这些什么安神啊，帮你调身体的这些睡眠的药都拿掉。那有一天你就可以不用靠药物进入睡眠，但是不可以因为你想要配合中医，然后或是你想要做其他什么助眠的行为疗法，就擅自把安眠药停掉，这样子会更糟哦。睡眠障碍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积极的找出原因，对症治疗，调整自己的睡眠的节奏跟行为，才能够真正的远离失眠哦。感谢您的收看，大医学汉医，我们下次再见。